终于来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戴哥终于更新了全新变形结构的铁飞机。虽然人气比不过19系，但22系的人气毕竟也不低啊。A 社也迟迟不翻新老 Y 社的遗产，结果就被戴哥捷足先登了，而且这次吸速都给了3层，看来是把剧里所有演出的细节都给弄出来了呀。OK， 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主体。这次先从 B 形态看起，主要是担心顺着变形大家都看腻了，这次就来详细的讲一讲逆变的过程。那么这次的人形态造型大伙能给几分呢？那本来我一直认为万代在人形机器人的塑造功力上是不差的，但这次真的让人多少有点失望啊！这个缩脖子的造型和这个超级大龟壳，先不说和原机社比了，我感觉甚至比不过多年前的老 Y 社，也就这样俯视好像还好一点。Fast Pack 的搭载也是非常简单的，一共就是2个挂载尾翼两侧的副推进器，直接对着凹槽插进去就算搭载完成了，以及这一对能够内藏钢 pod 的零件。也是这样直接扣到机腹的盖板上就好。这里的钢 pod 是零件里附属的空壳，只能用来搭载，是不能用来手持的。那当然真正的2把钢 pod 也是有附属的，简单的变形翻出握把后就可以插进手心里了。这里是比较推荐使用造型手来握枪的，本身是有一定的握枪幅度，动作比较自然，最关键的是比可动手的握持力要强太多了。OK， 那么装上 Fast Pack 后的 B 形态表现如何呢？确实是没有什么改变啊。我倒也真不是打击各位的热情，就是这个 B 形态除了刻线细节一应涂装之外，我觉得真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。甚至因为这是蓝色的塑料，一些大面积部分的轻微缩胶也变得明显了。可动方面也是没有什么亮点啊。首先是这个超级容易断且没有任何替换的天线，因为没有脖子，所以连左右转头都非常吃力的头部，前后甚至只能叫震动的幅度。脸和头则是用球冠连接，可以转动的幅度不大，还非常的容易掉出来。肩胛是能够向上抬起的，但仅限于手臂自然下垂的时候，整条手臂的侧平台也是达不到90度的。360度的大风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大臂根部是有360度平转切面关节的，手是通过一根赛钢轴连到背部的，挂在进气口旁边这个位置是很容易掉漆的，要注意。小臂加入了一段这样的左右摆幅关节，也是万代近期产品的最爱了。曲肘则是180度完美的折叠，终于可以夸一夸了。机腹盖板有一段平转关节，一段球关来做避让。大腿根部有360度的平转切面，算是沾了变形结构的光。侧踢又回到了那个拉垮的结构，一根金属轴套个球关，侧踢就有30度。YF19 的结构为什么不用啊？前踢看起来没有什么干涉，随便踢，实则盖板与机背部的龟壳干涉严重，后踢也是如此，玩得非常不爽。屈膝方面终于能让人夸一夸了，膝盖部分有联动的关节，并且2段关节都用了齿轮，幅度也能到180度。脚部托变形结构的幅使用了齿轮关节，脚踝可以这样大幅的上下抬。脚掌的左右接地有2段关节，上方是一段球关，下方则是一段空心装套住的转动关节。不过因为实在是太紧不好用力，所以没掰动，等过2年自己松了再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腰部反倒是保留了那个基本上没啥用的15度转腰，我真就搞不懂了，这15度能拿来干嘛呀？好的你不保留，净整这些没用的，在19上这叫点睛之笔，在这就叫废物。好在这次的也给了点阵防御系统的全封特效键，摆起 pose 来至少还有点看头。但说实话，这个 B 形态确实是不怎么好玩啊，和 YF19 那些相比，差距就太大了。我摆这几个造型已经是竭尽全力了，也可能是我想象力属实匮乏吧。如果有 pose 大佬指教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你的作品。OK， 那么看完 B 形态所有的内容，接下来就准备变 G 形态了。首先把整个脸向上翻收起来，然后取下2侧进气口的盖板。这里要仔细看说明书，将原本大腿根竖着的金属轴翻转成水平向前的，理论上翻到位的话是有固定位点的，但是非常的不明显，大家各凭手感。接下来取下这个 B 形态的黑色固定用的连接件，然后像我这样摁住2边，用力的向下搓。接着翻到龟壳里面，能看到这个灰色零件有2段圆形装位， G 形态要用上面的那一对，所以翻起这个零件，闪转腾挪的往上方去靠，然后插进去锁紧，这时候机背应该会往回缩进去一段，这是正常的。接着要翻起机背2侧顶端的这个小零件，然后再将后半段的机背插回到中段的孔洞内，把整个机背部合起来放平。接着看到头部侧面这根横着的轴，这就是给整个机背部翻转用的。现在需要把它从横转成竖，转动会有很大的干涉，建议是先向前顶，然后再向上提一段，转动到位会发现这个背部会落下来一段。这时候就要用一点巧劲，把头部后方的这个零件给掰回到机背的上方了。接着就是把这几块部件全部密合到一起的过程了。
然后又有一个微操的细节，需要翻起机翼和机尾侧方的盖板，在空隙内把这个填补用的盖板给拉伸出来，拉到底的话应该是有一段限位的。最后这一段也是最关键最麻烦的一段，这时候需要把整个规整好的背部向下压，如果前面的变形有任何一步是不到位的，那这里都是压不下去的，并且压下去之后能看到所有的部件都应该是紧密的咬合在一起，这时候再把原本的头部向后折才能完美的压进去。最后的最后也才能把这个机头给翻上来锁紧，然后就是调整一下外八腿的向前折叠，把 B 形态连接机头的锁扣给收回去，向外再拔出一段脚踝做更大幅的向后摆动。然后是整个飞机我最喜欢的结构，先拔下整个驾驶舱盖，然后把加鲁特先拿出来，把躺倒的座椅先取下来，抬起前方的显示仪，把座椅再正着装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这时候再把加鲁特放进去，就完成座舱变形啦。机舱盖是这样横着插进去的，拆装的时候千万不要上下用力。OK， 那么变形至此就完成啦。那么 B 社这个机形态各位觉得如何呢？这个变形过程确实让人很抓狂啊，但是机形态的造型反而非常的优秀啊，尤其是小腿线条做了扩大化的处理，整个感觉要比老外社那个要好看不少，整个比例也是非常协调的。原本 B 形态下的大龟壳到这里反而还挺好看的，难不成万代是以保证机形态为第一优先级吗？加装 Fast Pack 也不突兀，这个机形态我是非常满意啊。OK， 那么最后变回 F 形态，首先把天线拿下来，为防止干涉，先把两个手向前伸直。机背部有两段需要向外拉伸，其实不用管几段，一口气拉到底就可以了。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是凹进去的，所以伸一根指头进去，再把这一片给顶出来，给顶平。翻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是可以提拉一段出来的，这里把它整个拉出来。接着就是我认为最傻叉的设计了，拿出之前变形后遗留的这根蓝色插销，插回到刚刚提起来的地方锁死。没错，这变形不仅会掉落零件装备，而且掉落的这根插销拿出来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收纳，就真的很无语。接着来抠开推进器旁的这4块盖板，并翻开到最大，准备好腿部的收纳。180度调转整个脚掌，然后两半脚向内折叠，接着把前脚掌的指甲往里推，翻开小腿肚后方的盖板，把整个脚掌给转进去收纳。虽然原设里脚部根本就没有变形，这里也算改良吧。然后是这根之前翻出来的大腿根金属肘关节，现在需要把它重新给顶回去，顶到原来竖着的状态。180度的翻转整个大腿，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。转不动的话，可以先向外拉出来一点再转。OK， 那么就要来到这个逆变最恶心人的一步了。请问把脚放回盖板内总共要几步？就这么一个操作，一步就搞定了呀？但我的答案是无数步，具体得取决于你的运气。我这里调整了将近15分钟才收进去。最后我发现把腿稍微向外斜着转30度，然后再斜着放进去是最稳妥的。只有放进去了，你才能去弄那些把腿打直之类的操作。最后这里就是用力压膝盖，把整条腿伸直。至于这样对不对，说明书上没有告诉我呀。我只能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是 OK 的。那过了这关就能来向里拉一下盖板，把手腾出地方来转回到机腹部。这里需要转2次，首先是大臂根部旋转180度，接着是连接轴这里再转180度。可以看到最后肩胛是向内的，然后就能把整个手给收回到机腹部了。这里要注意一下尾翼的干涉，可以先弯一下手肘再放回去，这样尾翼就能过去了。最后把进气道侧面这个收进去的零件给抠出来，然后再把旁边打开的零件挪进刚刚这个零件的下方，将两边都盖好。然后来看到喷气口旁边侧面盖板的内部有一个可以转的部分，需要把它给转回去。如果前面的变形一切正常都变到位的话，这里的喷气口部分盖板合拢应该是能做到零件间紧密贴合的。注意这里侧方盖板的转轴是需要向内折叠一段的，如果这里合不拢的话，那就只能慢慢的调整了。机腹这个盖板记得把里面折起来的部分给翻出来，再向里按紧膝盖，之后就能把这个盖板给合上了。一样的，哪里不对一步你都合不上，所以得调整。那么这次 F 形态就算变形完成了，最后把起落架给翻出来，然后全部转正，准备进入到 F 形态的展示模式。
那经历了糟心的逆变过程后，各位觉得这台 F 形态如何呢？我觉得是没啥太大的毛病啊，除了机头是有一点小以外，一印和细节各方面确实是非常的优秀啊。尾翼的部分该有的机动也都有，机翼也能变形向下，甚至这些零件也是能拆掉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还原这个机翼可以变形的画面。机背部还有一个扰流减速板是可以翻起来的，内部是一根假的液压杆，需要你自己翻起来顶住。最后 Fastpack 的搭载就不赘述了。其实带着这个 pack 变形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多少是会有一点碍手碍脚的。F 形态下的表现我能给一个及格偏上的分数吧，只不过 DX 超合金一贯的大风问题在这里也并没有什么改进。好了，那么最后的最后 ，F 形態下还有一个模式，那就是通过丢弃手脚减重来实现超高速飞行的模式。あんなの飾りです。偉い人にはそれがわからんのですよ。加鲁特通过该模式强行提升机动，和无人机的鬼畜机动一较高下，最后舍身冲撞。作为 YF-21最帅最高光的时刻，那怎么能够不还原呢？那要变这个模式的话，就得先把所有的盖板全部打开，和顺变的过程是一样的，把手和脚都得全部先翻出来。如果没有做好逆变回去的觉悟的话，那最好还是放弃吧。OK， 那到了这里做好所有的准备之后，就可以按下启动的按钮了。这里按住之后，把两条腿向外用力的拉，记得调整一下再拔，千万不要用蛮力。这个连接的部分是原来腰部的转轴关节，而且腿部有很多的漆面和移印，小心全部都蹭掉了。几乎所有的金属都集中在这两条腿上，超级的重。最后手部这里就没有什么机关了，找好发力点，用力向外拔就 OK 了。卸掉手脚后的机背部非常的轻啊，其实老外社的变形就到这一步其实就结束了，但是 B 社这边还需要把这个盖板整个向外拉伸，然后摁下去，这里一定要摁到底啊，否则等下那个造型填补的零件是装不上的。接着拿出这个附属的填补零件，对着原来腿部连接的位置给插进去。后方这里是可以看到是复用了刚刚盖板摁下去的时候留下来的空隙，把整个盖板全部摁下去以后，然后锁死。侧面则是要拿出这个填补的零件，下方是有对应的孔洞的，直接填补到机身的两侧就好了。填补后就能把侧面的盖板再盖回去了。限位的孔洞当然也是留好的。OK， 那么至此高速模式就变形完毕了。虽然是用了替换件，但效果确实是很饱满、很完整的。这当然是远远好于老外社的那只的，给个好评哦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把尾翼都丢掉了的话，这飞控得多牛逼啊 ！OK， 那么本期 YF-21的评测就到这里了，真的是最难拍、最难测的一次评测了。各位观众老爷记得多多投币，鼓励一下 UP 主哦。